我係讀醫科嘅，他不是我的爸爸自己會去接觸這些安樂死的了哈，我不是什麼有錢人了 ，OK。講真的，我們以前是有做過 restaurant 的哈，我上鏡呢一定是有擦 BB cream 跟擦粉的，我一天是可以吃20-30粒 supplement 那種人來的，204是為了減肥啊。大家好，我之前唔係話要做5萬嘅Q&A 嘅，所以咧你哋就話，哇呢度有成100幾個 comment 啦嚇，問個問題，所以我就盡量答not necessarily答晒啦嚇，因為有啲重複嘅，有啲係比較私人嘅係啊。不過我唔知我會參埋嗰啲中文啦，因為我廣東話嘅表達就唔係好順啊，可以用下中文，可以講華語嘅意思啦嚇。OK， 好多人問要我介紹我partner啦，咁佢就唔出鏡噶啦，你知噶啦嚇。我識佢係嗱，好多人唔知，其實咧我以前咧讀大學嘅時候，我係讀醫科嘅，我 suppose 做醫生嘅啫冇，應該做醫生的。我讀2年然後呢我就 give up 了，因為一來是沒有興趣第二就是因為學校跟 senior 的一些不啱啦嚇，所以我就覺得很壓力，所以我就 quit 了的。然後 after that 呢quit 之後呢，我就出來找工作。結果他是我第一個老闆啦所以就變成從老闆變成 business partner，所以一直到現在就是這樣簡單吧他不是我的爸爸鄭重聲明安哥對食物很內行，是否對食物很有研究？講真的，我們以前是有做過 restaurant 的很多年前啦那時候呢可惜沒有 social media， 有 social media 呢可能呢就不會關掉啦跟住問你係咪次次食幾啖之後咧就係冇食嘅？唔係，我哋心媽食晒嘅。如果我哋有剩咧，我哋真係打包嘅，都會同你哋講我哋絕對唔會浪費食物嘅呢個好重要啦。有冇做gym？ 係我係20幾歲、20歲咁樣form 5嘅時候咧，我就開始有做 so called exercise workout 咁樣嘅，所以一直保持到依家成有20幾年啦，都係咁樣。不過咧 MCO 之前咧，我係有去 gym 嘅，MCO 之後咧，我就喺屋企做workout， 因為 MCO 之前MCO 嘅時候咧，我就買咗少少嗰啲dumbbell 啦，嗰啲bench 嗰啲resistance band所以我就習慣咗喺屋企做一嚟就話好慳時間啦，唔使塞車去 gym， 二來咧你就冇嗰個藉口話唔去 gym 啦。所以我都好建議你哋咧買呢啲比較簡單啲嘢，唔使買到好複雜噶啦。嗰啲平嗰啲 dumbbell 依家好多中國嘅，你嗰啲 Shopee 嗰啲都揾到嘅，就買咧喺屋企做啦YouTube video 咁多，我都係睇好似有嗰啲Jordan Yo 嗰啲好多啦 YouTube 你去湊就有嘅，就係跟住嗰種做咯。雖然就有時會悶啲，不過都好過冇做啦跟住。你保養到20幾歲咁樣有咩保養嘅秘訣？咁講真，我哋咁樣食咧係weekend 就咁樣食啦。平時我喺屋企咧係好乖嘅，即係食一餐，即係lunch 嘅時候食嘅，就係食salad 同埋雞胸肉嘅啫。我就冇飲汽水果啤咩都冇飲嘅。你睇我次次出嚟咧有好多果啤，其實咧我喺屋企係冇飲果啤嘅日日都係 green tea。所以有幫助啦。跟住即係話我係 practice 而家人哋話係168啦，即係話10粒鐘唔食飯8粒鐘你哋食嘅啫。我咧幾乎依家係204即係話20粒鐘冇食嘢，4粒鐘食嘢嘅啫，即係 lunch 嘅時候食噶啦。不過食好多下啦食埋 breakfast 食埋 lunch 包埋 dinner 食埋嘅。then 就咁樣咯。weekend 嘅時候我就任食噶啦，冇 control 自己嘅。不過咧都係有肥咗嘅。所以你哋睇我之前我 start 嘅時候咧係日日上嗰個 video 嘅，不過咧後尾真係唔掂啦，我就慢慢隔一日，到依家1個禮拜 maybe once or twice 嘅啫，係唔得啦。雖然話我都係consistently 有 exercise， 不過咧唔掂啊，到已經到咗40幾歲係咪你嘅 metabolism 係直接 drop 咗嘅，所以都係要小心啲啦其實我 practice 那個168或者是168啦之前的時候是因為不是說為了減肥，是它其實是所謂的抗老作用的，就是說如果你是你餓了一段時間之後呢就說那些細胞就是說你沒有那些食物呢，他們才有那個機會去修復你其他那些損壞的部分英文字叫 autophagy 就是說你要 reach 到那個 level， 所以呢會幫助你其實抗老的。所以就是我為什麼會168以前呢是因為抗老，現在168是為了減肥，沒有，其實是204是為了減肥做乜嘢成日講鹹香呢2個字，你就知道我嘅廣東話唔好，華語呢
我又唔係話好叻嘅喎，講真，雖然我會講華語，可是華語不是很好，加上我的 partner 他又不會講華語喎，所以鹹香我覺得是可以代表很多東西，有嗎？就是你知道我每次我們拍這個美食的時候，就是很直接那個反應拍出來就是這樣講，現場這樣講的，就是我沒有後來用 voice over 去講到怎樣去特別地形容它。不過講鹹香，你們大概知道，我們就是又鹹又香，就是鹹香啦哈。我們做東西是沒有 script 的，就是說很 spontaneous 去那邊吃到東西，第一感覺吃到怎樣的味道，介紹什麼東西就直接講了，就是說我不會回去又想一下要怎樣形容那個東西voice over 這樣我就覺得你失去那個現場那種感覺，吃的那個直接的那個反應了哈，所以我們是沒有 script 的，而且我們不是說去一間restaurant 介紹這幾樣東西我們是一天吃10多間的有時候所以要這樣哪有這樣多形容詞去形容 ，OK 當然我也承認我的這個什麼語法什麼全部是不好的 ，OK 我是by the way 你們都知我都講了嘛，我讀醫科的，我是理科生來的 ，OK 我又很少讀書的，很誠實我。為什麼你會講廣東話我之前講過了啦安哥不會講華語嘛，他會，其實我也是要開始逼來講華語，慢慢我們也會多講一些華語啦然後you have a job beside YouTube, what do you do now previously? 我們 YouTube 我自己也做一些 investment 的東西但我們也有做一些東西，也有幫其他人做一些東西是 on contract basis OK so 有的我們有 job 的，就是 weekday 的時候呢，有時候很忙我們就很少出去，通常是 weekend 的是有 job 的這個 YouTube 不算 full time full time 的話真的是要很拼那種我還不算 full time I love your home decor oriental style, will you consider? 還是要一點 privacy 啦，可能以後有機會的話，等我整理都很乾淨的時候，可能一點點so far 現在還不能是否已婚人士？沒有，我沒有結婚，沒有小孩，也不打算結婚，我是單身主義者可以這樣講雖然我媽的整天講說哎呀你以後老的時候沒有人照顧講真的今時今日你能確保你的孩子會照顧你嗎？時代變了，講真的就是最重要存錢存錢就好了OK 然後老的時候呢 check in 那些比較好的那些養老院什麼東西這樣子那說不定真的病了沒有人照顧以後就是希望我自己的這個我自己的感想講出來可能沒嚇到就希望很多國家現在已經是 recognize 安樂死了的，我就會自己會去接觸這些安樂死的了OK 就是沒有得救的時候不要拖累別人的時候 OK 一個月大概幾次去找美食，通常呢 every weekend 我們都會出去的你的主要經濟來源是 YouTube 嗎？不能呢 YouTube 雖然是講它很不固定的不穩定唔穩定嘅 YouTube 的嗰個 income 是就是說你一天可能你 upload 的時候哇多人看呢你就OK income 不錯如果是呢他給你爽一兩天吧過後呢他就 drop 了的，所以他一直 push 你一直去 publish 你的那個新的 video， 所以講真的是會很累剛開始的時候可能你很有魄力說哇每天哇去衝那個 follow 越多人看你就越爽，可是當你一慢下來的時候呢他就慢慢過了一兩天，通常一個 video 過了一兩天它就 drop 了的，那時候你就想哎呀怎麼會這樣子，你講這其實是很累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跟精力的所以我就不會當它是一個 full time at least 不是現在，因為我沒有到那個 level OK 可能到了那個 level 你已經有每天都有這樣固定人數看，那還 OK 的，會有一個 steady 的 income 要不然的話是比較難對於我來說，而且我們是拍美食的那些 income 也比較少，加上現在你知道拍美食人幾多嗎？所以沒有不能。你為什麼吃這樣多皮膚還那麼好？我有講過了，我上鏡呢一定是有擦 BB cream 跟擦粉的，一定的這個我也不害羞跟你們講反正韓國人男生都擦了的我用什麼 product？ 我用Missha BB cream powder Laura Mercier loose powder。我會放那個 link 在那個video 下面，如果你們要買的話可以去按那個鍵去買了然後我會賺一點點的 commission， 而且我們拍照我們拍久了有那個 experience， 就是說你要永遠是對着那個光好像光在前面你要對着那個光，這樣你拍出來呢你皮膚會好很多，如果你去暗一點地方呢你什麼線什麼 wrinkle fine line 全部都會照出來的，然後呢而且我會調光，我們在 edit 的時候會調給它亮一點這樣就比較好看有方法的啦。皮膚我算好是說我還沒有做紋，因為我是油性皮膚了唯一好就好那邊不了
你们保健的东西，就是我有吃保健品很多啦保养保健品啊，就是我也是吃了几十年那种啊，Vitamin C 啊，那些最基本那些良菌啊，很多种啊，我会 list 到几个那些 product 在那个 product link 那边，你们有兴趣去压一下啦，那些 calcium zinc multivitamins of course 鱼那些啦，很多，我吃很多 supplement 的，我一天是可以吃20-30粒 supplement 那种人来的当然健不健康我不懂不过我有吃这样多的，护肤品呢，其实很基本的，就是你要做到早吸，就是早上擦维他命 C 晚 A， 就是晚上擦那个 A 酸呢，这个就是抗老的最基本要做到的了哈。然后当然是要保湿，然后早上一定要防晒，那么晚上呢，就是我会擦凡士林整脸擦凡士林这个要看个人的有些人是可能会闷痘，可是我是可以接受的啦我怎么知道全部地方的 local food 谁介绍我的这个要做功课，通常我是一个地方我就会去Google 看那边有什么吃的东西看那些 Google review 不过 Google review 现在已经是很厉害了的他们有些是请人家假的 review 你可以看到好像很真这样子可是你去点去看那个 reviewer 那个人你会发觉怎么他有时候这一天在新加坡，这一天在Malaysia， 然后他明明他讲说新加坡人，他又讲他在 Malaysia review 讲说他昨天才带他家里人来吃这些就是假的，现在已经很厉害了的。尤其是你看那些很多千多个 review， 不过呢那些 review 人是一个 review 2个 review 呢，通常都是假的，就不要相信然后如果你就问我有没有去看其他的那些YouTuber 或者是 social media Instagram TikTok 那些，我是稍微看一下的就说有一些 idea 啦，因为那些他们一直 flash 就看到这个 OK 我就看一下那些 review 那些，我不会说因为说他讲好吃我就去吃了可以不可以来个 fan meeting 也不能讲 fan meeting 最多是我们这些刺客一起聚会有可能呢以后就说要看一下怎样去 arrange 可能有 sponsor 还是因为我不可能叫你们出来，因为你们出钱的嘛是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会好好的计划一下好像 local tour 这样子的以后很难说会有机会用什么器材拍的？我是用 DJI Pocket 3。请问你是自己剪辑吗？是我一个人剪辑的所以我基本上我一天现在是大概4个小时罢了因为你知道我的 video 都是接近1小时长的那种从subtitle 剪辑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所以真的是很累所以负责策划全部策划那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安哥呢是驾车的，帮我拍照，然后提供他的意见，在吃的时候策划剪辑全部都是我做的。我老婆说你应该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我也想股东是我们凡是有买股票都是股东可是小股东我不是什么有钱人OK 这个频道几时就开始的我这个频道是2023年11月开始的，对来讲一下有人为什么你会start这个频道，为什么start这个频道是因为我之前是我一只猫叫做 Cleo 的，不是我时常上镜那只是那个 Max Cleo 呢它活了10多年，它已经离开我们了，8月18号2023年，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好像我们这些没有后代的人以后会留什么给社会是有贡献还是怎样的，所以我就想说拍一些 video， 因为我那时候有做一些功课，那时候 YouTube 是讲说他们不会 delete 那些旧的或者是 inactive 的那些account 那些 video 了所以我想好我就拍一些 video 放上去，然后我又想说要有贡献，对大家有贡献我对于自己拍自己私生活那些东西讲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就说而且我的生活也是很枯燥，就说不会拍出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因为我又没有孩子的 interaction， 我家人那些又不要入境，连我旁边那个安哥也不要入境，所以我就很难拍私生活我觉得要对社会有贡献，吃东西吧就是介绍好吃的注定 Malaysia 就是说以后对大家有帮助的那些视频就是说我不喜欢搞那些流水那些 video拿流量那些，我是不会做那些东西的，所以我也就是这样子开始做咯，因为想要对社会有一些贡献为什么叫中年男人？因为我中年了40多岁，我start的时候就是2年前就是42这样子就是中年了，就是多少有中年危机有时候会讲很多东西，什么东西都会特别是讲很多，所以就是中年男人。对，其实我之前也是想说讲一些中年的那些
大家一起interact 中年的那些问题。如果我说还有一个 membership 讲比较私人的东西，你们会有兴趣吗？我不会把那些平时吃的 video 放在 membership， 因为我那时候是要给全部人看的。我说比较其他的那些不关吃的东西，比较 exclusive 的东西放在 member 那边哦。你们觉得 OK 的话，就给我知道咯。吃了这么多美食，最难忘的是几道美食？什么州的美食最特别？我觉得其实是每个地方那个氛围不一样，吃东西的感觉就不一样。虽然一样东西，比如说一个碗汤面你放在 KL， 你觉得其实它没有什么，因为 KL 竞争很大。可是如果你放那个小地方上，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那个心情不一样，你就觉得吃好像特别好吃，因为你的心情比较好。就是在小地方，就是有人情味的地方，但它因为又没有塞车，然后你去那边大家都认识大家，我觉得很爽。我去那个小地方就很高兴，我就觉得那边东西特别好吃。所以你叫我 pinpoint 哪一个，我很难说哪一个东西好吃。讲真的，很好吃的地方 KLBJ 已经是有了的。even 那些什么槟城那些美食什么全部 KL 都找得到，已经是没有说差很大了，没有很大分别的。其实是一个整个 experience， 去了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尝试那边的食物，那个氛围。那个跟不同人接触的那个感觉，吃东西出来味道会不一样。它可以是很 random 的一样东西的，比如说我们去马扎拍过年的那个新春马扎巴路的时候，那个安哥华人安哥炒那个米糕人，我们就觉得哇米妈妈，我就觉得哇比印度人炒的好吃。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是你没有预想到的。当你遇到的时候，吃到之后真的好吃，说哇，你会很兴奋感动到要流泪那一种。有时候反而是大家都是说介绍说好吃，可是你去吃了的，因为你的期望已经很高了，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就会有那个比较容易失望了还有很多时候呢，也要看，讲真的是要看那个老板，那个卖东西的老板，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态度 attitude， 有些是就是完全他虽然不认识你，可是他就很怎样讲很友善，然后呢很 friendly， 你就觉得就是他脾气好，虽然他东西是很普通，可是你吃了就觉得有加分，明白吗？有些是很好吃，可是你看他脸臭臭，因为他生意很好，我反而就我会专门挑鸡蛋里挑骨头，就会影响到我这些东西，所以很难 pinpoint 说哪一种东西特别好吃啦除了 Malaysia 美食。有没有想介绍过国外的风景和美食国外暂时还没有想。其实马来西亚以前很多地方我们都还没有时间去过，还有讲东马那边都还没有去过啦然后还有东海岸那边都还没有去过，所以有很多东西暂时来讲是不会特别去想要去cover 外国的东西目前为止会专注在马来西亚啦这么多季的都没有看，你们去邦哥吃东西会去今年一定会去邦哥。会不会去东马？会，沙巴、沙拉瓦会去的，会不会跟其他的 YouTuber 做 collab 以后我是不知道说不定会的是如果来敲的话考虑一下可能会做了How do you stay happy and contented and not be bothered by what others think 讲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些negative comment 呢，我会是有影响的。不过现在久了会麻木掉了，所以也不用想太多了。就是说，有时候就算我们的 video 我们做了，你想为什么会有人压 dislike 的？虽然是很少了很少。你想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会压 dislike 呢？我明明这样用心去拍我，所以很难满足每一位观众的。只是说你自己只要是尽力了就 OK 了啦，问心无愧。可以不可以看有什么素食摊位？是我也是之前也是有讲过要做一些素食的那些单元，会做素食单元的 ，OK，很多问题都是围绕在怎样保养之类的我已经交代过了大概是这样子啦这一季的这个Q&A 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在这个 video 里下面问以后我有时间的话会答，或者是等到下一个里程碑，如果是真的到10万有机会的话啦不知道几时了就会做另外一集的 Q&A 我觉得要问的是最主要是关于那个membership 的你们觉得你们能接受吗就说我开一个 membership 谈一些别的方面的东西别的课题或者是以后我们做直播我不懂直播卖东西，现在我也是想就说因为有人问，所以我就
想一下，如果我卖东西，你们会买吗？你们信得过我吗？当然，这最主要是会卖关系到食物方面的东西啦。我们偶尔也会煮菜，我的那个安哥他也是很喜欢煮菜的。你们会喜欢看煮菜的东西吗？给我知道，就说你们看到吃的东西吃到闲聊，你们要看什么东西？比如说你们会不会喜欢看那些访谈的就是说关于到中年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别的课题食物的还是什么东西membership 不是很贵那种我看几块钱东西啦不过membership of course 如果是真的有的话，我们会做一些回馈的东西除了说会比较有一些其他的那些 video 可以看之外呢，可能会每个月拿一些我们的广告费还是那个收入拿来做一些抽奖奖金 maybe 一个月 maybe 几百块样子分，所以抽到谁就给几个观众样子或者是说跟其他那些restaurant 有什么接触有什么 tie up 就说给那些 voucher 还是什么之类的可以在 membership 那边做了所以如果知道有没有兴趣，会不会看到以为我放 membership 就觉得我很爱财是其实每个人都爱财的，不过我觉得因为我很难分说要分，因为我不确定到底看节目人只是喜欢单单要看吃罢了嘞，还是说也有兴趣别的课题，所以我想说别的课题我放在 membership 那边你们给我知道了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我们刚开始做也是没有想到说也不是说自己很成功就是说不会想到说也会有人接受，会有人看所以要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看我 video 这样久呢，除了我那个 video 那边放 subscribe 之外呢，我从来没有知道你们的按铃什么的comment什么的叮咚的东西不过现在我讲一声你们看到的话，你们喜欢就 subscribe， 因为我发觉到 YouTube 后台呢，我看到呢 88% 的人是看电视机看我们的节目的 88% 看电视机的是不会去按 subscribe 的，请你们去按 subscribe 这是我唯一一次叫你们按 subscribe 的所以帮忙下就这样子这一季的这个 Q&A 就到这样子到这里为止以后有机会再做OK 啦拜拜 Thank you